从这个地方往这个歌乐山去走，咱们是另外一个方向。之前是从那个西南大学那边，那个烈士陵园那边。今天咱们从这个渣滓洞往上走，前面就开始走，咱们就跑着一段这个山路上去。因为我这个点来跑，我想跑一个逆光的，但跑不了，这个好像山挡住阳光了，就是找个地方有逆光的那种。说实话，我开了这么长时间，还没有下午这个点说跑过逆光，没有遇到过，看看逆光什么个表现。这其实就开始上山了，其实从那个渣滓洞那边就已经是上山了，然后从这边拐上去是一个，就是这个点过来是怎么样？这边应该是车比较多的一个状态。你看这个车上不去，这是啥意思？它是上不去了吗？这坡挺大的，因为在视频上可能不是那么直观，其实挺大的这坡，这是第一个大坡。这个车是啥意思呀？在它后面有一件问题，它好像跑不大动。这个车好像跑不大动啊。跑不大动，咱也跑不动啊。那这个点过来就是车多，那边下山的也是车多。行吧。那个车好像要去那边。这车好像拉的东西特别重的感觉，走不动的感觉。后边那个车很急啊。他这个人是个外地的，山西的，太原的，然后来了这个地方，就是他可能想找个地方停一下，但是上这个山了就停不了了。因为是大上坡，他好像不大敢走。他只要一停车，我就担心他往后溜车。刚才我应该就是开到他前面去开，他走的这个路太慢了。但是我这个地方经常来，我自己之前没有自动驾驶的时候，我也经常来，很好玩。这个你自己开车也挺好玩的。我超了他啊，这个地方有一段直路，我超了他。
在它后面跑10公里，10多一点，太慢了。没有逆光啊，没什么难度，太阳都被山挡住了。哎，你们没事可以来玩玩，就不是测自动驾驶也可以来玩，这个山路跑着很爽。我非常喜欢跑山路，自己开也喜欢跑。你人跟躺在那儿一样上山。这个大坡，呵呵呵，掉了上头。上头掉下来了，我手拿着拍吧。摄像头掉下来，然后手又按到那个，按到那个锁屏了，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拍啊，不知道能不能继续，显示是还在继续。他这个做的挺好的，他就知道那个车要往这边走。好，这就上来山了，拐过来一道了。行，那如果这个视频没问题的话，那我先拍到这儿。如果没问题的话，我现在，这就到了，我先取消。我先把这个，就是重新架一下这个相机，然后我把下山的再拼一下，当一个视频去发。好了，咱们那个这个支架又装上了啊，我掉个头，然后咱们去再下山。好，开启。其实它上山和下山速度差不多。上山能耗到了339。我没下车啊，显示是，哦，它不仅仅上山的，前面开的也算上了。
这个距离其实稍微慢了一点，30多、34、35，我觉得跑40多，你看出租车跑40多可以的。但是它这个逻辑是怎么样？它就相对来说比较平，就是平均速度，就是比较平均。它不想去一个很快的速度，然后过来一个急刹。但是人开车多少的都会有这样，你看到稍微空一点就会加速，哪怕前面的这个大弯你要减速减到10，减到8，你前面你也要开的稍微快一点。它不这样，它就感觉让你比较平缓。它这个声音不是撞击啊，是它那个踏板和那个机械结构不是人踩的嘛，它就有一点松动，然后下边的杆在动，跟这个之间那个间隙产生一个抖动。之前有一个人在评论区里边说FSD 跑歌乐山这一段，从上到下，他比他要快2分钟，4.5公里要快2分钟，因为都是这种山路，他快2分钟，就觉得自己很厉害。我不大明白他什么意思。那人要跑不过 FSD 的话，那个人说明很那啥了，是不是啊？哟，我靠，我感觉这边好近呀，但是我开不会那么近。其实，你看，这么宽吧，但是他就觉得这么宽没问题。我开车不会这么宽，不，我肯定会靠中间一点。但其实这种路你靠中间一点也有问题，你对向来车也有问题，还是保持在自己车道。但是我的开车习惯不让我靠的那么近，就是不让我在这个车道中间。就尤其这种拐弯的，我就感觉好像离这儿很近，但其实老远了。你看，老远了。它要离得还有这么近的时候，你感觉要掉下去的感觉。其实你不要去做那种 FSG 不是赛车，它是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，就是帮我们开车的一个。如果真的是那么激进，跟人开这个地方为了去比赛而开的时候，过弯的时候非常的危险，前面跑到50，过弯的时候唰给你减到10几20，然后拐过来，而且还有碰撞风险，而且还有侧滑风险，是不是啊？FSD 不可能这样开，就是我跟你说，就是自动驾驶，不管到什么级别，它都不会那么开，那说白了，那属于危险驾驶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不和 FSD 去比这个，和这个自动驾驶去比这个速度，就是比这种速度。你看前面的这些车走得多慢，比 FSD 跑得慢得多。你看这些车为什么慢得多？你看我们跑这个都30多，过弯的时候20，你看他这路都为什么慢？这就代表大部分的人开这个路就是这样。你看那个出租车刚开始，咱们有点平路，刷把超了咱了，最终不还是在我前面5米6米的位置，是不是啊？人就是这个级别，如果说你要再快了就不舒服了，就有危险了。如果下个雨侧滑，上次我来跑好几个车掉沟里了，我估计都没跑快。这右面一个摩托车，它所有的周围都能看得到，比人看的要范围更大。刚才摩托车说实话我看不大见，因为他在我后面来，突然又从这边过来。其实为什么跑这么慢呀？这个路，这就代表人，大多数人就是这么开的，没堵车，没有哪个车说停那儿，没有。当然这个速度它不代表，就是它可能代表了一个就是驾驶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人，不代表说是啊，人家那你可能那秋名山车神
可能过这弯要50、60，唰甩尾过去了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。但对面来个车也有可能碰撞，它又不会飞。对面来的车了，你过这个弯，你占了2个道，你撞不撞？它是神嘛？那赌的是运气。这是最后一个大弯了，也算是最后一个大的比较大的弯吧。这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其实就6个大弯，6个大弯，加前面这个算7个吧，7个、8个，这个就不是很大了，这个就下山了，已经下山了，前面到那个白公馆了。这是个国家4A 级旅游景区，扎傣洞梅园。我们定的是前面那个外国语大学，那个就是那个烈士陵园那个地方。但这一个你要我开的话，我就把它超了。它这个是一个拉客的吧？你看上面带着编号，就是往山上送人的，送上去再下来的。但是超了也没用，前面是个红绿灯。他有的时候看到前面的车在堵着，他就行驶就比较缓慢，因为你过去也没用嘛，是吧？他看到有这个过马路的，非常缓慢的减速，而且他不会刹停，就是感受不到那种不舒适的感觉，因为他理解那个场景就能过去。那唯一他不理解的是怎么样？路边站着个人，站着人在玩手机，等人可能等车，他就不理解，他以为他要过马路，就会很小心。但也是好事，万一他真的过马路呢？现在的人可能玩手机的也确实是，比较入迷。你看，走着拿手机，呵呵。前面到了，还有500米。那就取消导航呗，是吧？视频就录这些吧，是不是？就录这些吧，回家了。我取消导航，他干啥？哦，要走这边。这边回家的路更近，好吧？我还不知道这个，我没走过这个路。